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呢要把这个斗方呢画一下，领大家画一下斗方。咱们这个是增加了篇幅了，不过呢画法呢还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。我们今天要画的呢是绿色的，用的颜料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用的呢是藤黄啊、头绿、翡翠绿、钛青蓝、花青、胭脂啊。之所以用这么多颜色呢，是我们要有个颜色上的变化。好，我们来用牙签儿先调一下它的这个第一个颜色。第一个颜色呢是用藤黄加头绿。来，我们现在调一下，我放到这里啊，这样咱们看得更清楚一些。好，用牙签呢给它藤黄和头绿调到一起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颜色呢就变成了浅绿色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咱们的第一个颜色。然后第二个颜色呢，我们用的是翡翠绿。啊，这是翡翠绿。然后第三个颜色是钛青蓝。花青，花青用的不多啊，我们少挤一点。胭脂，胭脂也是啊，用的很少，我们也少给它挤一点，挤多了呢，它就会发干。啊，我们画牡丹的笔啊，最好是用2个到2个以上。这个是我专门画蓝绿色牡丹的笔。在画之前呢，我要跟大家说一说控水的问题。我先把这个放在中间啊，我再跟大家演示一下控水。这个你把笔呢先泡透是必然的啊。不过呢，如果我教大家一个控水小妙招啊，如果你现在我发现有些学员控水还控制不好啊，你这个把水泡透之后，它拿起来它是滴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教大家一个控水妙招，就是你把这个笔呢刮2下，刮2下之后，你把它立起来啊，垂直于地面这个方向立起来，里边的水呢在饱和了之后，多余的水分就会跑出来，是吧？为什么会跑出来？水是往下走的，是吧？水是往下流的，你垂直于地面，然后你这时候它多余的水呢就会顺着这个笔锋啊跑到笔杆上，你呢把笔杆插一下，这时候你笔里的水它是饱和的，饱和状态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水实际上就是刚刚好，不多也不少啊，它正好符合你画牡丹水分的需求啊。咱们画牡丹第一笔很重要，第一笔呢，如果你水大了，那你这个牡丹花头你就没有办法去画好，是吧？我们现在来开始啊，咱们以后的课程都是临摹课啊，这个是斗方临摹课，所以呢我们不讲花头，但是呢如果你想学画这个咱们这个作品里的花头啊，就临摹的作品里的花头，你可以反复看，你就跟着就学会了啊，因为咱们这个是可以随时翻看的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笔根呢调这个头一个颜色，这是头绿跟藤黄混合的啊，它就是个浅绿色。然后呢把这个翡翠绿啊调成基础色，不用调满啊，从笔尖呢到笔肚啊，可以再往上过渡一点啊都行。然后我们调一下这个钛青蓝，钛青蓝呢调在1厘米之内啊，半厘米之内呢我们调一下花青和胭脂。花青和胭脂为什么它俩同时调呢？它能加深啊颜色，笔尖的颜色加深，加强层次感。好，我再次强调啊，咱们这个画法呢，你一定要用夹宣纸去画，不然的话是出不来层次的，因为咱们不用太白啊，太白能锁住颜色，但是咱们是用水分，你就锁不住颜色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夹宣纸去画咱们作品，这是咱们特定的笔法，所以也用特殊的宣纸去画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先画第一朵花呢，在这个
整个这个画面的1/4的这个左面角上啊，左面下角上第一朵花，我们起笔呢就在这儿。这个起笔选位置还是很关键的啊。我们先来一个大花瓣，然后呢，沿着这个啊，看啊，来几个小笔，把这个你这个越开的地方啊，你就填空，这就出层次了，对吧？填空就行啊，这就出层次了。就这样的啊，大小笔穿插啊，就把这个半拉的花头呢就画完了，一侧啊，一侧就画完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抠一下花心，颜色呢加重了，这块呢让它往这边啊补了一下颜色啊，颜色就加重了。我把这个盘子放这块，你们能看到。我补色你们也能看到，这一面啊，这面是多，这面少。我们现在呢切一笔，给它呢来一笔，让它这块啊是翻瓣，在这儿啊，看这样的啊，来一笔，让它是翻瓣的感觉，这就对了啊。然后在这块啊，我们再来一笔，别跟它撞车，错开，不用把每一层都画的特别清楚啊，我们不用那样。好，我现在啊开始吸点水啊，笔肚吸水，看啊，笔肚吸水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底下画一下。先来一个大花瓣，笔尖呢稍微调一点深色，为了增强它层次感。上下调笔，看啊，是上下调笔这样的，让它这个层次呢隐隐约约的出虚层。因为是斗方啊，这是40斗方，我们这个篇幅呢，这个花头呢要比小品要大一些。不够大呢，我们就要添笔。现在呢，我们少来一点，笔尖少来一点这个颜色啊，就是这些颜色都占一点就行啊，让它呢底下这块看啊稍微深一点，出这种层次。因为这是主花啊，我们要给它画的这层次感强一点，让它比较这个鲜艳，也比较大一点啊。主花一定要让它有主花的位置，让它比较突出。啊，在这再来一层，这块呢可以再来一个翻瓣，边画边调整啊。这也是让它来下边一点啊，这样这朵花呢就差不多画完了啊，是吧？上面呢有点齐呢，我们可以破一下啊。你不仅要会画啊，还要会修整，出现问题怎么办？我们要给它修整一下。这也是啊，给它大一点，这样呢就能不那么齐了啊。这给它变成差不多一个。这朵花呢就画完了，有点圆是吧？是有点圆。行，这样啊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它的侧面这个位置呢画一个深一点的。我们现在调深色啊，深色怎么调呢？我笔根少蘸一点这个头绿和藤黄的混合色，然后呢笔尖到笔肚呢我们调一点这个，调点那个，这个是翡翠绿啊，我们多调一些啊，然后往笔根过渡，让它呢颜色比上一个要深。
然后我们要调开青蓝，开青蓝怎么办？不是调到1厘米之内了啊，我们要把颜色加深，开青蓝跟翡翠绿让它混合啊，多调，调到哪儿？调到笔肚啊。这个颜色呢就不一样了，跟上一个要给它区别开来，我们要有颜色的变化这个概念。然后呢，笔尖的1厘米之内呢，我们调一下花青，半厘米之内的啊，半厘米之内来胭脂。好，我们把这朵深色的花呢画一下。我们先画呢跟它交接处啊，颜色一下就深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的啊，用窄笔给它找出层次感就行。还是继续把它这个接触面呢给它扩出来，补一下颜色啊。这个颜色是深的，你要及时补色。好，这是花心。啊，这花心就出来了，这个呢就是有点包心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下边呢也是，因为是深色花呢，我们要及时补颜色，还是补点翡翠绿、开青蓝、花青、胭脂，跟上刚才调色是一样的啊。我就调的快一点。好。这块呢，你就补笔就行了，它出自然层次啊，就是笔触出的层次就可以了。然后我稍微吸了一点水啊，变淡，这就行了啊。这朵花呢就画完了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在它的侧面画一朵，比它高。我们先吸水，把这个位置呢画一朵花。这朵花呢是在它的上边啊，清淡的，轻点运笔啊，接触面呢让它虚一点，这样呢出隐约的层次啊，这是一个虚花。我们把这个感觉画出来。虚花有一种什么感觉？就是因为我们不用太白嘛，它有一种透痛，很通透的感觉啊，这就是另外一种，也是另外一种美啊。我们展示的另外一种美，这花瓣呢比较透，比较轻，要这种感觉。然后呢，我笔尖呢来点深色，补点深色啊，笔尖儿。给它来点虚层就行了啊，用笔尖啊立起来扫几下子，就让它这样啊，若隐若现的来点虚层啊。3朵花画完了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块画一朵小花啊。我像刚才那样调一下颜色，把这个笔根呢补上点，这是头绿和藤黄的混合色，然后呢，我们调一点翡翠绿。啊，我们把翡翠绿呢从笔尖调到笔肚，然后呢笔尖的1厘米半啊，这回又变了，就是为了跟它的颜色还有区分。然后来点这个开青蓝，笔尖的半厘米之内呢，我们来一点花青，然后半厘米之内呢，我们再调一下胭脂。好，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再来一朵，这朵呢就让它小一些啊。要控制水分，你看我都不怎么补水是吧？就每次补水的时候啊，也是要轻一点，不要吸水太多，要不你就跑了啊，水多了就跑了。有人说水少了拉不动笔，不是拉不动笔啊，是你用力太猛了，增加了它的接触面的摩擦力，所以呢拉不动笔。
你要轻一点啊，不会出现那个情况。我们把这个花心跃开，往上加几瓣，然后呢，这时候你抠花心，把笔立起来，抠花心，它这个虚接的层次感就出来了啊。适当切几笔，加深一下它这个层次。这个也是啊，为了让它这个结构呢跟前两个有区别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吸点水，吸点水干嘛？底下这个啊补充一下，不用补充全了啊，这块呢给它出来看出去。好了，这朵花呢就画完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个位置啊画一个花苞。这位置啊，我们来一个花苞。这个花苞呢，这边来一个小瓣，这边呢来一个大瓣。看没有？我是笔尖冲上啊画的这个花苞要跟它们有区别啊，不然的话就重复了嘛。然后我在这个位置啊来一朵花呢，是跟它呼应的。好，这朵花呢，我们就是把剩的颜色调一调就行啊。看啊，把剩的颜色调一调，苔青蓝呢剩的多，我们多调一点，就随便了啊，有绿的意思就行，不一定非得这个满盘全是很绿的，可以蓝绿啊，也可以蓝绿。好，我们在这个位置呢画一朵花，比它高啊，要比它高，在这个位置画一朵。先画上面部分，然后把它这就画心了啊。这个画法是不是变了？对，你变了才有变化呢，是吧？我们现在呢画下面部分，就是吸水啊，一笔色到底，就是吸水，让它出这种淡淡的层次感。看，啊，有人说你这个是不是有飞白？对，有飞白就对了啊，就是让它有飞白。这种飞白呢，会显得笔法自然，能看见笔触啊。再一个呢，用飞白来区分它层次感，不就出来了吗？这朵花呢就好了啊，就这样就行，比较张扬一点。好，我虚微呢给它加深一下层次感，是吧？另一个风格，这几朵花一个一个风格啊，我们就要这样的啊。一幅画里边不要用同一种方法去画牡丹，要不然你画出牡丹就没有变化了啊。我们可能画小品体会不到，当我们画这个丝施斗方的时候，我们就明显感觉到为什么我们要用篇幅不一样，可能涉及到的这个笔法就会更多啊。所以你要学的知识量呢会更大。我们将来还要学4尺的啊，4尺整张的，什么丝条屏的，我们这高级班课程里边都有啊。还有那个3尺的、4尺的、6尺的、小6尺的都有，那个笔法变化更大，虚实结合，包括2乔都有。所以我们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啊，不是你学完基本笔法，剩下的东西不用学了，不是这样的。行，我们现在呢来点一下蕊。笔法多变啊，你画出牡丹呢才会千姿百态。
所以呢，你要多学一些技法，多学一些运笔，不但要学，还要知道它怎么用。你把这技法学会了，你得知道它用在什么地方，就只能通过大量的临摹来掌握它应用的知识。点蕊呢，还是我也介绍过，要分组啊。我在这里呢画作品就不一一细说了啊。点完一组之后，下一组呢不用隔开挨着它，但是呢要点出来参差感，有参差才显得自然。不要点成圆圆的啊，点蕊也不要点成圆圆的。点蕊不要把那点儿点的一般大啊，要让它大小点结合。然后外边来几个小一点点，让它有参差。好了，雌蕊呢，我们怎么点呢？雌蕊呢，我们就用胭脂啊，这个正好剩的胭脂，我们用胭脂呢点一下雌蕊，不要点正的啊，偏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些颜色啊，我拿一个，毛毡呢？我拿一个毛毡放在这个位置啊，我们这样的调色呢会看得更清楚一些。为了防止崩到画面上，这样呢也有好处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剩的颜色我们混合一下，看看是什么颜色。这个别混啊，这个给它变成外边的这个笔根的颜色。我们把这个剩的颜色呢混一下呢，现在这个就变成有点发蓝紫色，是吧？因为叶子呢，因为这个花头呢是绿色啊，叶子呢我们就不能画绿色了。好，我们再来一点，我们本身就避免绿色的叶子啊，来点花青。挤一点花青，然后呢，我们加点墨，倒点墨啊。现在呢，就变成了什么？这个颜色呢，就有点发蓝墨色啊，就是比较深的颜色。我们来点水我就用这个画叶子的，往上淋点水，没有关系的。还是有点干啊，再来点。现在呢差不多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在里边加一点什么呢？赭石，赭石也行，焦茶也行，我们加一点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加完赭石之后是什么样。这个颜色呢就不那么偏蓝了啊。我目的是不让它变成这个很纯的颜色。我们现在这个颜色呢就调的比较理想，是什么颜色呢？我们看一下是有点偏灰的颜色，偏深灰的颜色，这是我们比较理想状态的颜色。这个颜色呢也比较百搭你画什么颜色，这个牡丹都可以的。
笔里边一直干啊，因为我这室内呢也比较干燥。再来一点水。如果你条件允许的话，你可以备一个喷壶啊，我还没有买啊，我也想买一个，就说碗里挤水方便啊，你打一点水就行，而且还好控制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开始画叶子。首先呢要画花蒂的部分，画花蒂的部分怎么办呢？我们把这个颜色啊，这是头绿跟藤黄的混合色，我们给它啊变成一点绿色。这是胭脂啊，我们挤一点胭脂呢，到旁边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把这个胭脂呢挤在笔尖上啊，调在笔尖上啊，我们来画花蒂部分。啊，把它拿一边去。还是压一下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来画花蒂啊，要让它跟这个花头啊有明显的区别。我们看一下啊，我故意呢调的比较深一点，暗沉一点，这样的话啊，跟花头就分开了，不然的话抖眼发绿就麻烦了。这也是。咱们这个叶子呢，画叶子的笔呢比较给力啊，不用老是补水补色啊，调一笔颜色能画好多笔。如果你这个尤其是画大画的时候啊，如果你这个笔小的话，你就光补颜色补水什么的啊，就比较麻烦，而且呢画出来画呢就会乱七八糟的不好看，笔法也会碎。用大笔画小画啊，用大笔画大画是更好的，就不要画的这个笔法太碎了，尤其这个像这么大的，你看啊，叶子该大的就还大，得大点。这样啊，你下笔呢，叶子下笔随意一点就行，只要你大的笔小笔穿插一下，然后呢外边有参差就可以了，不要太拘泥了。我们现在呢把这个补点颜色之后呢，我看啊，花蒂都画差不多了是吧？然后笔尖呢要调墨了，画点深叶子就行了，不用太多啊。我们在这个位置呢画点深叶子，你看没有几片啊，这就是大笔的好处。没有几片叶子，是不是就画完了？该虚的地方啊，还要虚一下，不要都实。然后这交接处呢啊，这块呢可以给它挤出来啊，这叫挤。这块呢，我们少吸一点水呢，来一点胭脂，在这块这个花蒂啊，别给它整满了，要让它有透气的地方。啊，给它这个搭过来一下就行。这块也是，我这块呢少蘸点胭脂啊，看，这样就行了。来两道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枝干呢画一下，这个枝干是侧面出枝啊，这个感觉。画出力量感来啊，要有明显的顿笔。
好，我们把这个叶基啊勾一下。我这室内比较干啊，如果不勾的话，很快就干了。这幅画呢，大概结构呢基本上就完成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找一下那些虚结构啊，把这个位置啊连起来，洗点水啊，笔尖补点胭脂，让它这个叶子的颜色呢变化一下。好，这个枝干呢，我们表示在这儿过来，然后来个分支过去，上这儿来啊，跟它连上啊，这样的话它们之间就有联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块这个啊，看在这就过去一个啊，然后我们在这块呢来点虚叶子啊，吸水让它变淡。你要会点这个点啊，这个点是干啥的？就起一个什么烘托作用啊。这块呢，我们要来一点结构，这是干什么的？就是我们要往上面出枝啊，把它这个虚枝干的画出来，然后继续往上延伸，这位置啊，往上延伸，看啊，上面的枝干啊，要尽量画的流畅一点，然后啊，这个差不多了啊。如果你想让它这个再活分点呢，啊，你可以这样的来一个。这就可以了。目的呢，就是什么呢？让它这个有点枝干往上去，增加它的线条啊，比例关系，点线面结合。找一下啊，看成弧度了是吧？那给它找一下。剩下呢就是来点淡叶子就行了。为了防止它对称啊，叶子呢分组也不能对称。啊，这幅画呢就画完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芽苞点一下啊，这面呢少来几个叶子啊，淡一点。
底下这个啊，可来淡叶子，不来也行啊，底下让它实一点，这样也可以。我们稍微给它来一点淡叶子，不要太多了啊，一组行了。上面的淡叶子多啊，底下就不要太多，淡叶子添多了会显得画面比较乱。我们只要分出来远近啊就行了。好了，我把这个芽包呢给它添一下啊。笔尖儿调点这个胭脂，有点撑直线了，和一下啊。好，这差不多了。这块呢叶子稍微干了一点。为什么添叶子这块啊？避免它俩一般高，避免这两组叶子一般高，我们一定要有参差的关系啊，既不能成直线啊，也不要出现一般高啊，对称，这都是避免的。这个淡叶子呢，不勾叶筋也行啊，把底下的稍微勾一勾，上面不勾了。勾叶筋也要虚一点，把这个纵叶子啊，这块的纵叶子勾一勾。看看还有没勾的叶筋落下的啊，这块。好，咱们这幅画呢就画完了。提款在哪？在这儿啊，在这儿提款。啊，有人说在这儿提款行不行？太挤了啊，太满了，我们不用在那儿提了。好，也是这样的啊。这是一个斗方，我们就完成了，绿色的。我们这节课呢就上到这里啊，咱们这个课程图片呢都会发到这个咱们学员的手里啊，就是电子样稿啊，只要购买了课程的啊，你就可以管我要这个电子样稿。好，咱们这节课呢就结束了。